直接一把烂牌，惨死的娘，窝囊的爹，偏心的奶。我周青，上市公司销冠，忙到猝死，竟穿成古代农村丫头。一睁眼，不仅住上破茅屋，还撞见便宜爹哭天抢地。我一个侯府纨绔，除了吃喝玩乐啥也不会，现在成了庄稼汉，我活不下去了。这爹居然也不是原主，一个纨绔侯爷，一头栽进草丛就嘎了，竟穿成了连地都不会种的庄稼汉。俩穿越者凑一窝，这好一手烂牌。爷乃偏心，大房跋扈，三房无力，以后的日子没个好啊。第二天正准备给我爹做饭，孙氏突然咒骂：装那么多饭干嘛？躺一天了能吃多少？剥出来一半，死丫头骨头懒掉渣，赶紧做饭！你爹好不了也得下地，明天就跟你三叔种地去。我站起来就骂：奶你双标也太明显，大伯流个鼻涕，你逼我爹寒冬腊月三更半夜请大夫。我爹被牛顶了腿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一碗饭都舍不得给，这是养儿子还是养畜生？大伯母你呢？三婶忙到脚不沾地，你又吃又喝又扯老婆舌，啥也不干，凭什么？我爹以后不下地了，腿好就去读书，这地谁爱种谁种。老太太气到跳脚，周老爷子被噎得说不出话。第一次被我对的颜面尽失，这波硬刚爽到飞起。深夜摸黑出门，我特喵的直奔周家祖坟。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周家不帮，那老娘就自己干。哼，别人家女主穿越有系统，有男主，有金手指，我啥也没有，就一个废物爹，这口气忍不了。来吧，就是你啦！我正挖得起劲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。姑娘，天奶呀，不会是……我蹲在坟地刨土，正想把原主藏在这的私房钱挖出来，冷不丁身后传来一声弱唧唧的叫唤。姑娘，吓得我锄头差点飞出去砸自己脚上。我回头一看，有个东西一手捂着渗血的肩膀，一手扶着腿，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滴落，在月光下触目惊心。我暗自发问，远处那是帅哥还是帅飘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这怕不是个冤魂。但下一秒扫到他脚下的影子，活的，松了大半口气。别慌，只要他有影子，那就是行走的提款机。他堪堪走过来，暗声说道自己腿受伤上不了马，求我搭把手，说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我直接摆手，大可不必，给钱就行。他愣了愣，摸出一块银子，我收了钱，麻溜扶他上马，一转头就继续跑我的坟。帅哥哪有妈内香啊？揣着我的第一桶金回家，推开门我直接惊了，家里跟遭了贼似的。我那便宜爹周怀山一身鸡毛坐在板凳上，还一脸邀功的跟我说给我做了叫花鸡，等我收拾完满屋子鸡毛，这货敲开泥壳，一只没毛的活鸡扑棱着跳了出来，我当场笑倒在炕上，憋笑憋到肚子疼。这叫花鸡直接变跑山鸡了，主打一个离谱。侯爷落魄成这德行，还自称美食家，这哪是爹，这是我带不动的巨婴啊！天亮，奶奶又炸锅了，疯狂开炮，骂我俩把鸡祸害了。这时候我看见大伯母凑他耳边小声说话，哼，这两人一勾结，肯定没做啥好菜。果不其然，他俩竟然商议着要把我许配给大伯母的瘸子外甥王强。我趁乱溜出门，懒得跟他掰扯，溜之大吉，进城给那纨绔爹买笔墨纸砚去。我坐着同村成武的骡车进城，就听见那王强在背后嚼舌根，说看我俊俏，很快就娶我回去，不听话就打断腿，还说周家的事他说了算。原主本就是混不吝，老娘我直接抄起扫把开抽，敢去提亲？先问问姑奶奶我愿不愿意？打我主意门都没有。解决了王强，刚进笔墨斋，居然又撞见昨晚那散财小伙，合着这店是他家的。他说要报答救命之恩，直接送我上好的笔墨纸砚。我推辞了几句，所有的钱都给他了，他拿了又拿，送了我好多。哇塞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榜一大哥吗？没想到我出门发展攻略，周怀山，哦不，是我爹在家里也唱了一出大戏。我爹躺在床上，听着脚步声逼近，考验本侯功底的时候到了。爷爷背着手踌躇，脸色阴沉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说道：醒着呢山子。我那纨绔爹眼神空洞，嘴角向下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奶奶进来就骂：你爹和你说话呢，死丫头不孝，你也不孝。我爹浮现出一脸想死的绝望，恶奶越想越气，抬手使劲扇了我爹一巴掌。行，惹到本侯爷，算你踢到钢板了。我爹嘴角隐隐抽搐了一下，快速压下去，依旧保持死灰表情，嘴里只说了4个字：我要读书。因为要不你去读书吧，考个功名做大官。我要是爱读书，还能是纨绔？那你去种地吧。那我还是读书吧。不得不佩服我这纨绔爹的演技，眼角开始哗哗的流泪，那样子任谁看都是受了极大委屈的。这演技放电视剧里，我能陪着哭3集。奶奶气得头大：你哭个屁！你和你闺女把家里鸡祸害了，还说借了银子去买笔墨纸砚，我可没钱给你还，我还没被气死呢！你哭什么哭？话音还未落，我爹嗷的一嗓子哭出声来，嚎啕大哭那种，一边哭一边抽泣，鼻涕时不时吹出个泡来。
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爹就是放声大哭，哭得惊天动地、肝肠寸断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死人了呢。没办法，沟通不了一点儿，众人走到外头议论。难不成擅自铁了秤砣心了？周家可没有闲钱给他去读书，花钱的事离远点，可别沾我们一点边。看这形势，三叔和三婶一边悄悄说着，没准啊，这回真能分家了。之前老两口和大房不同意，白白扔掉二房三房这种不花钱白干活的长工，只能作罢。希望闹这一次真能成了，分了家就能给闺女攒嫁妆，让儿子去读书，这可是多少年的愿望啊！县城里，程武见我拿了这么多纸笔，一脸震惊，我只能睁眼说瞎话，说店家买一送二，老板人傻钱多，他居然还信了。我赶紧糊弄过去，心虚的一批。这时我还不知回家的暴风雨就要来了。完了完了，这老太婆疯了，扫帚都要抽脸上了。我一溜烟跑进屋里，我爹神秘兮兮告诉我个惊天大消息：闺女，坏女人要把你嫁给王强那个游手好闲的王八蛋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这事儿我早知道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包纸藏好。我本来想藏进炉灶里，可我那纨绔爹说灶里不行，爹今晚还得给你做叫花鸡呢，要不你还藏坟里去吧。行吧，吃货老爹靠不住。老太婆冲进屋里，我那纨绔爹竟然牢牢把我护在怀里。门倒了，我爹的人设可没塌，怎么莫名还有点小感动呢？我突然大喊，看见王强去逛窑子了，直接转移火力。大伯母那边还想白嫖我买的东西。堂弟小周平悠悠来了句：戏文说不花钱拿别人的东西叫不要脸呀！我差点没憋住笑，神助攻！我扯着嗓子喊一句话，全场安静。街坊邻居听没听见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喊得挺大声。晚饭桌上，奶奶还骂骂咧咧，我趁热打铁，直接摊牌。我爹抄书赚钱读书，地里雇人干活1分钱也不花家里的。大伯当场泼冷水，说抄书轮不到我爹这种半吊子。结果小周平又补了一刀：大伯，你是不是被书局拒绝过呀？大伯还想嘲讽，三叔直接反水支持。我撂下话，敢不同意就分家，看谁耗得起。让爹写字试试水，居然写我想吃鸡。还好字是真的好看，配得上我9年义务学的诗。万里长征第一步，先逼这熊爹把字抄了。别人家是辅导孩子作业鸡飞狗跳，我家是逼纨绔爹读书人仰马翻。这届家长太难带了。刚刚走上正轨，可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话竟然捅了个大篓子。逼爹读书比种地还难，今天这字写也得写，不写也得写，就写德不孤必有邻。我爹惊呆了，直呼我竟然懂《论语》。废话，现代9年义务教育不是白读的。别说这熊爹虽然人不着调，字倒是真有两下子。我深思熟虑，要想让书局老板信任，就一定要有非我不可的理由。有了，写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闺女儿，你还会作诗啊？我总不能说这是大佬写的吧？在这个时代，这就是我给我爹打造的才子人设。问我爹会不会作画，他倒好，说会作画还叫纨绔。合着我对纨绔的认知还没他清。行，不会画就写福字疯字，正好可以攒钱去书院。结果这爹花式摆烂，借口比字多。我忍无可忍，抄起锄头拍他腿边，要么一次性写完，要么明天就去种地。这下总算老实了，别人家辅导作业是熊孩子，我家是熊爹，还不能打，谁懂啊？其实读书这件事，周家人都是虚伪，也就三叔一家是真心盼着我爹能成。这份情我记着，抄书赚钱是我在这个家立足的第一站。我不会医术，没有系统，但我有脑子。现代人的知识储备就是我最大的金手指。隔天我带着抄好的字，准备去县城书局自荐，还带上一只鸡去谢沈老板的赠纸义举。到笔墨斋，我瞬间傻眼了，那么多人喊着要买1送2，我随口说了句，居然被传成了店铺活动。我当时心都凉了。结果沈掌柜几句话就摆平了，说初6首单才有活动，还请大家喝茶赔罪。几句话就把人群散了，给笔墨斋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这算是恩将仇报了吧？苍天呐，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？我该怎么弥补啊？我看向沈丽，咦，是我看错了吗？他好像在对我笑。我站在笔墨斋门口，心都揪成一团。那一边调查过我的钟叔正一脸八卦地告诉沈丽，周青就是庆阳村普通农家女，少爷可算是开窍了。沈丽耳根微红，微感害羞地岔说到了抄书的话题。没想到这谦谦君子心思倒是很细腻，默默地为我铺路。
前几日得了沈老板那么些东西，无以为报，原想着送只鸡给沈老板，没想到我一句谎言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谢谢他的赠予，更谢谢他刚刚替我遮谎，没有将我推上风口浪尖。这就是我的冤大头啊，不是恩人沈老板。瞧瞧这笑的跟捡着宝似的。可令我想不到的是，这温润如玉的沈掌柜居然是帝王的暗卫暗影组织的首领。这清河县真的是卧虎藏龙啊。不过这是后话了。谢过审理之后，马上去县城最大的书局应聘，亮出我爹写的大字。掌柜的夸赞虽然是好字，但我爹未进过书院，恐失了行规，当场想婉拒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拿出终极武器。掌柜连道3声好，字在纸线，诗从口出，只觉得气势无穷，韵味悠长。追着向我打听下2句，我娓娓道来，这是我爹周怀山做的诗句，卖给书院，您自有署名，我们换个抄书机会罢了。果然跟着大佬有肉吃啊！掌柜直接给我10两啊，连抵押都免了，这一波血赚不亏。谁说穿越必须得会医术？我会背诗就够了吧？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大伯居然跟踪我，跑去书局说我坏话，想搅黄我爹的抄书机会。掌柜的几句话就试探出他纯使坏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店小二直接把他怼到脸绿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买了红纸回家的我一进院就觉得气氛不对，我算漏了一点，这世上有些人啊就见不得你好。我奶提扫把追着我打，大伯母骂的简直更难听，竟然说我拿身子换了抄书机会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我捞起竹竿就揍大伯母，骑在他身上挥拳，他骂我一句我就揍他一下，敢污蔑我名誉，找死！我正揍着大伯母，我爹嗷一嗓子冲出来，庞庞给了大伯2拳，拳打脚踢加上嘴咬。三叔赶忙来拉架，这架拉的恨不得偏到姥姥家了。我心头一暖，原来这里也有人护着我呀。争执间，老爷子把族长都请来了，喝住众人。成何体统？族长当面问我抄书机会的来路，大伯还嘴硬嘲讽，说爹种了20年地，就凭在地头滑了，怎么可能写出好字？合着他自己求不到，就觉得别人也不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典型的自己拉不出什么，怪地球没吸引力。他这个老童生竟然要当场比试，比字？行啊，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大伯写长兄如父，我爹不光跟着写，还反手加了厚此薄彼4个字。那字的气势直接把大伯按在地上摩擦，写的是字，骂的是人。老爷子、族长看了都脸色铁青。我大伯那张脸啊，比他的字还难看。这时候爷爷居然想和稀泥，说大伯污蔑我是好意。天下哪有这样的好意？我直接撂挑子，不干了，钱不出了，地不种了，指望我们养大房一家白眼狼？哼，做梦！三叔也跟着站队，老爷子气得拍桌子喊着不分家，可他心里门清，没了2房3房，大房连地都种不明白。奶奶趾高气昂的拉着大伯就要走，老爷子真急了，直接一巴掌甩在奶奶脸上。这可是我第一次见他动手，奶奶当场就嚎啕大哭。大伯吓得赶紧拉着大伯母来给我们道歉，我们理都没理，这种道歉谁稀罕？闺女，我今儿表现还行吧？你让人欺负，我就是断了腿也得揍那王八蛋。我原先家里有8个儿子，做梦都想要个闺女。行，奖励一本《论语》，今天抄完。为什么叫得像杀猪？我还没适应读书的日子吗？那你适应种田吗？写。宅斗赢了不算啥，手里有钱才是硬道理。县城里没合适的营生，不如咱自己做。创业刚起步，大伯又是阴招，竟然还打主意逼我嫁给王强，真当我周青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大伯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是周青，穿越后不想躺平，但我那便宜爹不答应，所以他正在被亲闺女逼着达成 KPI。这村子里每家的粮仓都要贴大红字，写些福、风、字，讨个好意头。爹写字找三叔合伙，能护着我跑各村卖字，稳得很。三叔没闲钱投资，想让我多分几成利，就让姚二帮忙裁纸。瓶子跟着写字，这下咱的小生意就算定下了，说干就干。写不动了，腰酸背痛腿抽筋，闺女啥时候给吃鸡啊？为了让纨绔老爹用功读书，我用了点非常手段，物质奖励法。当当，人生啊！一碗炖鸡直接拿捏我爹，就算他是前侯爷，也得在我的鞭策下乖乖抄书，想摆烂门儿都没有。
魔鬼不魔鬼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不读书以后家里煤矿就只能吃土。为了检验老爹的学习成果，也为搞钱，我带着我三叔开启了走村串巷的销售模式。什么销售心理学，什么客户粘性，我一个销冠。拿捏这些古代大神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，手到擒来？大家伙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年年有余，岁岁丰收的大丰字，价格低，质量好，不用跑县城，不用托亲戚，钱花的少，粮装的满。一眨眼，字都卖完了。姜还是老的辣。三叔心思周全，赚钱了，村里难免有人会眼红，特意给组长留了几张。我和三叔一进门，便看到组长家鸡飞狗跳。这一刻，我 DNA 动了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种咆哮啊！原来辅导作业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痛苦，不分现代古代，上辈子杀人造孽，这辈子辅导作业。我望向抓狂的老组长，同为天涯沦落人啊！送罢福字，我和三叔回家继续准备红纸。三叔干劲十足，我瞅着三叔这天赋，要是好好培养，以后绝对能成商业巨鳄。到时候我爹当官，三叔经商，我直接躺赢。林子，你娘晕倒了！刚到家，突然传来大喊声，打破了周家的平静。恶奶突然晕倒，大伯母当场泼我脏水，结果大夫一瞧，居然是装病碰瓷。好，今儿就把周家的龌龊事全抖了出来。大家伙看看啊，就这死丫头，天他撺掇他爹和三叔不下地，逼得我公婆一把年纪去干活。我婆婆现在生死不明，你满意了吧，小贱人？你是不是外面有野男人勾着魂？好家伙，不着家，一上来就给咱扣这么大一顶帽子，又是忤逆不孝，又是私会野男，这招先声夺人玩得溜啊！我爹早就给了爷雇人的钱，咋不雇人？难不成钱又给大房花了？奶奶晕倒，最孝顺的大伯哪去了？大伯母不找大夫只骂街，谁信没猫腻？我转身就请来大夫，看怎么露馅。大夫搭脉一瞧，这恕老夫医术不精，从脉象上看，病人并无大碍，许是心病吧？心病，翻译过来就是装的。大夫一句话直接戳穿装病骗局，大伯母再怎么辩解都没人信。三叔气得红了眼，他真的担心奶奶出事，现在知道是装的。我可怜的闺女啊，天天被人欺负，大伯污蔑她，大嫂还想让她嫁给逛窑子的无赖。我们二房三房天天干活，好处全被大房占了。老人无德逼我们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爹这撒泼本事绝了，把周家的龌龊事全抖了出来，村民都炸锅了，周家的遮羞布被撕得一干二净。我爹和三叔硬刚到底，家是分了，可这分家简直是把偏心眼子写在了脸上。哼，拜拜，这血包我们不当了，摆脱了大房的压榨，以后我们二房三房终于能自己过日子了，凭本事赚钱，不看任何人脸色。什么？县城比墨斋多金又帅气老板居然跑到乡下要拜我那纨绔爹为师？学霸上门拜学渣为师，纨绔爹天降徒弟，没事吧？这人脑子没事吧？一个县城来的，还过了乡试的比墨斋多金帅气老板，居然拎着大包小包要拜我那个连《论语》都写不完的爹为师。晚辈敬佩，敬服前辈的书法风骨，特来拜师，还求师傅收了徒儿。二伯，收一送一，也收了我吧，大师兄。那一瞬间，我爹的眼睛比那烧鸡还油亮。他哪是想收徒，分明是想找个免费写字的劳动力。结果这货还振振有词，说徒弟给师傅干活天经地义。就这样，一个纨绔老爹带着一个县城来的傻老板和一个鬼灵精的堂弟，正式组成了取经书法天团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沈丽珍哪是来拜师的，分明是来送温暖的。不光帮着写大字，连豪华马车都贡献出来了，还要在村里买院子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他家大业大的到底图啥呀？沈老板，你到底图我爹啥？我就没见过比师傅写字更好的人。我爹要考童生，没时间教你啊。那正好，沈家有产业要打理，我过了乡试就再没机会继续考，现在刚好能和师傅一起温书。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好好读书就回家继承万贯家财的现实版。我都拜完师了，村里小院也买好，准备从师了。亲姑娘，就接受了我吧。他这话一出来，我脸瞬间就烧起来了。
要不是在猪圈旁，我差点都以为沈丽在表白呢。我正震惊着呢，程武突然冲出来了，直接给我吓得满满一盆猪食全扣猪脑袋上了。我招谁惹谁了？直接给我笑得直不起腰。静姐，我喜欢你。隔天一早，沈丽就堵我家门口，蹭吃蹭喝，还顺带帮忙。三婶儿也凑过来一起做白面，切了拜师里的五花肉炒，香得很。哟，青丫头吃独食啊！收徒弟这么大事，不得让族长喊全村来吃席呀？就是吃独食，咋的？要不要让族长跟全村都说说，咱分家了呢？大伯母狗急跳墙，看肉臊子抢不到手，就想使坏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然后他就倒了，摔了个狗吃屎，我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。大伯母吃不到肉，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吧？去书局结了抄书的钱，又买了红纸，沈丽愣是不让我动手干活，非要一人抱着所有的东西，我只能牵着她的衣袖领路。这画面怎么有点像遛大型犬？我那立志要考秀才的爹说去找初心了，然后就找到了泥坑里正带着全村的孩子在后山脚下搞泥人艺术展呢。你是谁家的？这么大了还胡闹！后山多豺狼毒蛇，家长们拎着耳朵嘱咐孩子们不让去，结果一群孩子都被我的熊爹领过来了，一群泥猴子愣是分不清谁是谁家的娃，刚刚有多着急害怕，此刻就有多想揍娃。对不起族长，这是我爹。大家都震惊了，很难将这个泥人和惯事老实的周怀山联想在一起。此刻我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，然后把我爹也塞进去。三叔踹了瓶子一脚，着急的骂道：让你在家学习，你跑出来喂狼，活腻歪了你！这是你师兄拿来的拜师礼，你背出来做什么？是二伯让背出来的。二伯说不背出来，就被奶和大伯娘抢走了。这样一句话，周围的村民们恍然大悟，看向周怀山的目光瞬间从愤怒变成了同情。原主爹30多年的老实汉人设派上了用场，让大家认定了奶奶和大伯母容不下我爹。这么老实的人都被欺负到躲到后山了，只有我知道他是真的想玩啊！我奶和我大伯母趁我不在，快要欺负死小妹周瑶了，土匪般的把我买回来的米面肉纸都进了去，恨不得把车都搬自己屋里去。我这会噌的一下就窜头顶了，合着我在外头忙活，家里人竟然趁火打劫，塔被偷了。娘，我买的东西呢？族长带着大伙冲到周家，奶奶正疯狂往自己屋搬呢。我直奔肉筐，我奶一把拦住我，这反应速度比他平时干活快多了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不要脸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武德了。奶您是长辈，我尊敬您，但是没道理都分家了，您还把我辛苦赚钱买的都霸占去。话音一落，身后村民轰的炸开锅。分家这事儿本来是秘密，但现在全村都知道了，一看有瓜吃，大家都不愿散去。我也懒得废话，直接去搬我的东西。恶奶开始撒泼打滚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不吃这套。我奶眼看煮熟的鸭子要飞走，往地下一躺，这是要碰瓷儿啊！大伯母也跟着演，说分家了，我们不管老人大不孝，合着抢我东西还成我们的错了。然后我的神爹就出现了，一身泥，哭得跟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。我家是吃肉面了，可那肉是我徒弟送的拜师礼，为啥没给爹娘？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娘昨天装病大哥，前天陷害我闺女，你们天天这么欺负我们，你不活我也不活了。神爹此时没有演技，全是感情啊！这炸裂的戏码给村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我爹起身就想背筐子，结果筐子太重，差点砸我奶身上，一筐送他走。抢回肉筐后，我爹跟他亲娘并排躺着，堪比嚎哭大赛。我奶这下慌了，村民们满脸同情，看把这老实人逼成啥样了。我爷最要面子，一进门就蒙圈了。分家的事全村都知道，他那张脸比锅底还黑。族长严肃训诫爷爷几句后，就驱散了众人。老爷子逼问谁把这丑事抖出来的，大伯母甩锅的速度比抢东西还快。恶人先告状，被我戳穿，爷爷气得面色一阵白一阵红，转头就冲向了我奶。我爹弯腰捡起破损的红纸，拉着我回屋，那表情心酸的全村都想哭。我爹演的这一手好戏，要不是我知道他是装的，我都要哭了。我抱着被踩坏的红纸，气得眼眶发酸。生活怎么就这么不如意？凭什么人家穿越到古代不是甜宠就是霸总，我穿过来就是这地狱模式，拼命在前方冲锋陷阵，后方爷奶大房可劲偷塔作妖，还得天天看着不省心的爹。我看着洗漱干净的纨绔爹，对他说，是不是比你天天写字读书很委屈？我爹站得笔直，右手举起，不读书使我快乐。行吧，我承认我被他逗笑了。我爹笑嘻嘻的开解我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这世上没有对与错，只有强与弱。你行了是人都巴结你，你不行连狗都来踩你。等咱们出息了，他们就不敢了。过了中秋，说不定爹就考上了呢。以后照应着点吧，别被发现了就是。是。2870个，快3两银子。这几天总算不白干，
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里，这够全村人眼红3天。刚进屋就瞧见三叔三婶混合双打，从小拎着耳朵嘱咐小瓶子不能去后山玩，今儿还敢带着二伯去，那小子嚎得跟狼似的。我赶紧拦住，正事要紧，得干今天的大事，分钱啊！分完再奏的意思，按照说好的3房分4，2房分4，剩下2份给帮忙的沈丽，按劳分配，谁心里都舒服。这道理我懂。你上后山了，我们这后山上野兽毒蛇多的是，听说还有狼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废话，难道我担心的不够明显吗？你要是让狼吃了，谁来辅导我爹功课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笑得跟捡了钱似的。所以他到底在高兴什么啊？沈丽烤鸡的手艺是真不赖，香味立马飘出来。大家伙儿围着火堆忙活，这热热闹闹的样子，比过年还舒坦。至于我那个学霸人设的爹，哼，他正馋得跟个200斤的孩子似的，那点出息全写脸上了。我忙完外头的活回屋，就见我这纨绔爹搁那装模作样抄书，那笔速慢的比蜗牛爬都费劲，一看就是心不在焉糊弄我呢。果不其然，一问就开始找借口，又是中暑又是头晕的，合着就写字的时候浑身是病，干别的比谁都精神，我气得炸毛。这货倒好，不反省自己摆烂，反倒怕我声音大，把他那勤奋读书的人设崩了。合着在他眼里，人设比读书重要多了是吧？我当场就放话，让沈丽来辅导他功课，头悬梁锥刺股也得学。不等我说完，他搁那强调沈丽是他徒弟，合着他忘了自己那2下子，心里没点数了。沈丽已经过乡试了，就这一句话，直接给我爹干破防了，直挺挺躺炕上，跟被雷劈了似的。我就冷冷看着他在那分析，说沈丽居心不良，吃饱了撑的来拜他为师，不应该收他为徒。我就问他，当初是谁非要收徒弟的？这货当场就蔫了，一拍脑门说自己当初眼瞎，要早知道是学霸，说什么都要把吃进去的拜师礼还给人家，真是服了这纨绔爹了。你退了他的拜师礼，正好我请了他给你做家教，让他当你师傅。本以为白捡了个小厮，结果请来个先生。沈丽这小子提着诚意来搭伙吃饭，顺便给我爹摸底。好家伙，除了字写的霸气，学业水平竟和周平差不多。不过沈丽能把4书5经讲成段子，周平听得一脸崇拜，我爹也听得入迷。眨眼到了中秋前一日，我和三叔卖完字画回家路上，突然变天，疾风骤雨，路难走得要死。好不容易看到个荒庙，赶紧奔过去躲雨。三叔还在担心家里的房顶，那一边家里也急坏了。我爹急着要出去寻我，结果被沈丽拦住，让他守在家。沈丽出门一路寻我。师傅，我去，一定把青儿平安带回来。谁能想到躲雨都能遇上王强这渣男？一看他那色眯眯的样儿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这小子不安好心，专门等着机会下手呢。三叔立马护着我，可架不住对方人多，三叔被牵制住，我被王强一把抓住了头发。三叔气得怒吼，这更激发了王强的兽性，死死捏住我的下巴。就是现在，我找准机会，直接掏刀，一刀戳肩窝，2刀扎大腿。王强当场跪地惨叫，暴雨都盖不住他的声音。想作恶，这下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？毕竟出门在外，我可是揣了刀的，这招还是军训教官教的呢。我用匕首怼着他脖子，2同伙立马怂了，赶忙说自己是被雇来的，被三叔一拳一个放倒，乖乖的被绑起来了。没想到荒庙外，郑国公府周望一行人的身影竟突然出现，这让沈丽心生疑窦。只见他毫不犹豫，目光凌厉，喝出一个杀字，转瞬间解决众多随从，拿下周望。顾不得停留，沈丽赶紧进荒庙寻我。沈丽赶来接我，看到这场景居然没惊讶，还帮我一起打劫，从那3人身上摸出银子抛给我的时候帅呆了，一共10几两。这趟躲雨居然还赚了，真是意外收获。回到村口，就看到我爹站在雨里等我，淋得跟落汤鸡似的。他居然从沈丽走后就一直站在这儿，我突然有点感动。这纨绔爹虽然不靠谱，但还是疼我的，真是怕啥来啥。好家伙，2房3房屋里漏的就跟水帘洞似的，完全没有下脚的地方。那个，要不去我家住？哇，大师兄，你这房子也太气派了吧！周家外面下暴雨，屋里下大雨，还不如树底下呢。关键时候还是沈丽靠谱，让我们搬去他新买的家住，真是雪中送炭。沈丽非要让我爹住正房，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爹嘴上推辞，心里估计已经刷上了好感度。中秋佳节，我那纨绔爹为了逃避学习，他居然嘲笑我过劳死才穿越。哼，上辈子我是996社畜，这辈子可就轮到你啦。这时候，我的神沈丽大师兄带着他的5年高考3年模拟古代版来了，我仿佛看到了他头顶闪烁着当代孔圣人的金色光环。大师兄穿越前肯定是衡水毕业的。为了治这老六，我祭出了终极必杀技，今晚吃铜锅涮羊肉还有羊蝎子。下一秒，屋里奇迹发生了，干饭人干饭魂，神爹夺过了卷子，眼神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。我只想说，只要给够筹码，学渣也能变考霸。和沈丽进城去办正事，秋风吹在脸上，路上他的嘴角就没放下过。我忍不住吐槽，你笑啥？这人真有意思，自从认识，好像一直是我们在占他的便宜，他倒开心成这样。他刚准备说话，一个不留神，车就歪了一下，眼看着我就要摔个狗吃屎。我闭上眼睛，等待疼痛的到来。咦，沈丽竟然一把把我揽入了怀里。谢谢大师兄，以你的耳朵，怎么那么红？
进了县城，沈丽秉承着大禹治水的优良精神，路经笔墨斋而未入。果然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！进城采买吃穿用度是一部分，主要是给我爹落实考试名额。掌柜的手里有推荐权，这些日子我常来送字，也算熟络。本以为十拿九稳，结果……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考试？哼！山野农夫痴心妄想，拿着银子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云海书局弥漫着墨香，还有一股让我喜欢的铜臭味啊！我盯着眼前这个一脸欠揍的冤大头，他自称赵大成，是掌柜的小舅子，这厮竟想走后门砸钱，抢徐掌柜唯一的推荐县市名额，活像只炸了毛的公鸡。徐掌柜万分无奈，一边是亲小舅子，一边是赠绝世好诗的才子，两边都舍不下啊，只得协调双方比一场，谁赢归谁。闺女，我紧张，我这辈子除了吃喝玩乐，别的就没赢过。我这个不靠谱的老爹，今天参加的这是决定命运的文斗，对手是清河县的顶级纨绔赵大成。本来以为是场文化人的较量，其实庄稼汉对老纨绔的比赛，狗都不看，看的就是反差。一开赛第一局竟然比的是启蒙读物《弟子规》，这哪是比赛，这是肉眼可见的放水啊！赵大成一脸幽怨地看着姐夫，就不能出点高难度的题，摆着庄稼汉一道吗？回去非得告小壮去。我爹一听默写《弟子规》，乐得崩了个屁，提笔狂书，拉都拉不住。其实赵大成的书法比一般人都好不少，铿锵有力，笔触老练，但是跟我爹一比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毕竟这纨绔侯爷就靠书法凸显身份了，这一来高下立见，赵大成的鼻子都气歪了，非要再比一场。他大手一挥，就比编笼子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差点没绷住。编蛐蛐笼，围观群众可是说这赵大成在清河县编蛐蛐笼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他天天不务正业，没别的本事，编笼子的手艺炉火纯青。据说他编的笼子，蛐蛐住进去都舍不得出来，妥妥的纨绔专属区区豪宅。徐掌柜一阵无语，我让你们来比赛是为了再得一首诗，结果俩人来这一出，两个学子争夺参考名额，却坐在擂台上编笼子，底下围观群众却是兴致勃勃地等着。这么无语的比赛，我着实开眼了。小伙计走到我爹桌前，脸色发白，说不出话。台下群众瞬间炸锅，嗷嗷叫着追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一个都没编出来？看着台上那两个认真编笼子的男人，我感觉我的头很痛。一个是为了赢，一个是为了面子。看来赵大成有备而来，这哪是比赛呀，这分明是他的个人展示秀，满级大号来屠杀新手村。我正捏把汗，转头一看我爹，好家伙，那表情直接从庄稼汉秒切资深纨绔，那模样活像鱼儿入水，一看就是藏了绝活，哪里有半分紧张。1、3，加油干！你是最棒不一般！一炷香燃尽，台下群众齐齐爆喊：时间到！赵大成得意的停手，朝我爹冷笑，眼神里全是挑衅。我爹慢悠悠地放下最后一根竹条，1个、2个、34个、35个。赵大成一共编了35个，说实话，速度确实快，难怪赵大成这么得意。换做别人，还真不是个儿。看到这儿，我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小伙计走到我爹桌前，脸色发白，说不出话。台下群众瞬间炸锅，嗷嗷叫着追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一个都没编出来？我当时也急了，凑着往前看，数量居然一样多。赵大成破防了。于是他开始吹嘘这笼子不在数量，在质量。拜托，这可是你的强项，赢了也不光彩好吗？然而，当我爹的作品亮相时，我才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这哪里是区区笼子，这分明是艺术品，甚至有人说拿回去插花都合适。赵大成的笼子瞬间变成了地摊货。赵大成怀疑人生了，他引以为傲的技艺在资深纨绔面前简直弱爆了。我爹微微一笑，深藏功与名。最后群众齐刷刷喊：周淮山赢！赵大成在这门最得意的手艺上被我爹彻底碾压，脸都丢尽了。谁能想到一场童声名额比赛，最后靠编蛐蛐笼子定胜负。这群家里有矿的纨绔子弟，居然为了这几个破笼子，是艺术品，挥金如土，竞价飙到了20两一个，也还是被抢空。贵公子的世界我不懂啊，700两，看来穿越久了我都忘了，在古代只要手艺好，纨绔的钱最好赚，只不过是赢麻了。周青，你个小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大半夜的，这是谁家泼妇来炸街了？骂的也忒难听了。原来是王强他娘啊，我还以为我欠了他800万。王强失踪了关我屁事？等等，剧情有点不对劲，王强失踪了，难道真有人替天行道，把这个极品给物理超度了？这锅可不能扣我头上啊！我虽然想过，但没动手啊。王家人还在哭鸡尿嚎，沈丽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轻轻一推，这泼妇直接飞出去了。
没想到我爹也这么勇猛，冲出来一脚把刚爬起来的王强他娘又踹翻，简直比我这个亲闺女还狠。不过干得漂亮，谁敢欺负我，我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王强他娘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喊着不活了。闻讯组长大伯他们赶来，说是主持公道。王强他娘突然指着我喊：签了生死婚书，死了也是王家的鬼。我懵了，啥婚书？我见都没见过。不过用脚丫子想都知道是我奶和大房搞的事。王家过来闹，我还不知道我有了丈夫呢。放你娘个屁！老子什么时候答应了？我爹一听这话，当场暴怒，对着王强爹就是梆梆2拳。他怂的一批，求饶大喊说：你们家大伯收了银子，换了钢铁。行，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我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送大伯去见阎王，正好让他和地府里的鬼好好算算账。我一把冲上前，棍子狠狠抡在大伯身上。沈丽赶紧跟上，默契的用麻绳勒住大伯脖子，一把锁紧。现场一片混乱，沈丽手上一用力，大伯的喘息声更重了，两脚不停搓地。我奶哭着喊：奶奶求你了，银子是他收的，钢铁是他交换的，生死婚书退不了，求我放开大伯。我看向组长，语气坚定：必须退亲，不然今天就鱼死网破。王强娘一脸得意，我奶跪在地上哭个不停，我心里急得不行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沈丽说道：是不是早有良配相爱提亲，生死婚书可废除？组长点头默认。王强娘还在一旁骂骂咧咧喊说着：谁家要这定过亲的穷酸货？还没反应过来，沈丽突然揽住我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去，被沈丽强吻了，我的初吻。虽然是为了救命，但这小子是不是趁机占便宜了？这嘴唇软软的，不对，周青你清醒一点，这是在退婚，不是在拍偶像剧。婚约解除，谁收的钱找谁退。有组长见证，沈丽助攻，这该死的婚约终于解除了。奶奶大喊：快松了我儿子！我才发现大伯快被勒断气了。组长当众发话：以后谁也不许干涉怀山家任何事情，所有决定无效。我不信这些人的红口白牙，让王家周家人立下字据，废除婚约，并且不得干涉，不得诋毁，违者赔款。将来敢扯皮，就对簿公堂。奶奶看到算盘落空，大伯受罪，哇的一口血吐了出来。我爹淡定补刀：人在做天在看，天打雷劈饶过谁？字据到手，我才放人。大伯立马将锅甩到大伯母身上，这一家人真会装，该送去南曲班子唱戏。我警告他们，再想搞事，想想他们最风光的儿子周远的前途，到时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师傅，今天的事我会负责，3媒6聘一样不少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又不是因为名声就要以身相许的小女子。安啦，我知道你是权宜之计，谢谢你。我爹指着沈丽放狠话：除非我考中进士，否则想娶我闺女没门。爹，您这 flag 立的也太稳了吧，只要我不努力，谁努力都没用。您这纨绔人设是焊死在身上了吗？我一把扯住我爹：瞎说啥呢爹？我是那种抛下你嫁人的人吗？我不看着你考中进士，能安心嫁人吗？我爹表情瞬间凝固。我一定努力让师傅考中进士。回到屋里，瑶儿疑惑地问我为什么不顺其自然嫁给沈丽大哥。瑶儿还不懂，嫁人多累呀，要伺候公婆，要生孩子，还要担心老公出轨，哪有现在爽？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想干嘛干嘛。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沈丽虽然帅，但还是算了吧，享受要紧。那天大房正憋着想找我麻烦呢，结果一封信从天而降，我那个便宜大哥周远出息了。远哥出息了，咱们终于要飞黄腾达了。好家伙，周远直接攀上端康伯府，大房瞬间飘了，转头就想跟我们彻底切割。飞黄腾达怎么能带着穷亲戚呢？尤其是我们这种按过手印、见过他们丑态的穷亲戚。看来一场断绝关系的大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组长现在看到我们老周家的人，估计比看到老虎还头疼。毕竟我们上次刚演了一出勒脖子退婚，这次又来，他是真的会谢。组长都傻了，祖祖辈辈就没闹过断绝关系这出戏。大伯不要脸地说，我爹去考功名，怕大房老的弱的是个累赘。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明明是你们怕以后周远发达了我们沾光吧？这变脸速度，川剧大师都得拜你为师。既然你们想断，那就别怪我心黑。什么列祖列宗，什么血缘亲情，在现实面前都是虚的。与其谈感情伤钱，不如谈钱伤感情。我要猪，我要鸡，我要银子，让我们退出周家，那就补偿40两银子，买断几十年的亲情。这买卖多划算，还省得我们去沾老周家的光呢。我爹去县城考试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个当闺女的，替父出征，绝不吃亏。从此以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老周家散了，但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至于那只鸡，今晚就宰了，庆祝我们重获新生。辣眼睛，太辣眼睛了！爹，您这是什么新型的行为艺术吗？我爹一出来，不看我不喊累，冲上去抱着红榜就亲。我爹前几天就跟沈丽进城准备考试，
说好了今天一起来接他。瓶子第一次进城，那兴奋劲儿跟猴子出山似的。沈丽早早在城门口等着了，7天没见，这位榜一大哥还挺惦记我们。到了县衙门口，人挤人，沈丽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根糖葫芦，瓶子吃的跟小花猫似的。我正问啥时候出结果呢，门就开了，这些人跟饿狼扑食似的往上冲。我爹出来了，第一个跑得跟后面有狗撵似的。然后他干了什么？他亲了红榜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亲了，还亲得贼响。他还振振有词，吻过，吻过。我爹这个谐音梗，我是服气的。爹，你干啥？丢不丢人？这有什么丢人的？文曲星保佑！这时，一个穿白衣服的装叉狂过来了，看那眼神，恨不得用鼻孔看人，高高在上的嘲笑了我爹一番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，还敢来考试，真是辱没了圣贤。我家有镜子，你自己撒尿玩尿泥去吧。装叉狂的同窗们围过来了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说孙瑾是学院最拔尖的，暗手非他莫属。这话说的跟立 flag 似的，这就吵起来了。我爹这张嘴，自从穿越后简直是开了光，怼人都不带脏字的。不过对面可是学霸团，我们得讲道理。个屁！我爹撸袖子要干仗，我赶紧拉住他，然后我也撸袖子了，上阵妇女兵。打架怎么能少了我？周怀山，哪位是周怀山？别不是考试作弊被县令大人发现了吧？按手，我爹竟然全县第一！全场的学子都炸了锅，孙瑾被啪啪打脸，青得跟黄瓜似的。有人羡慕，有人眼红，还有人后悔没清红榜，笑死我了，还真信这个。我爹被一群人围着拍马屁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，我赶紧拽他走，再不走他就飘得不知道姓啥了。瓶子捏肩，小婶子捶腿，闺女儿，我要吃糖葫芦。我顺便问他考了啥，我也想长长见识。结果话没说完呢，我爹诈尸一样的坐起来，我还以为他中邪了。结果一听，原来是考后综合症。这感觉我太熟了，当年高考完我也觉得自己是个文盲，考完就忘，人类本能。到了城门口，沈丽早早安排钟书牵着骡车等着呢，车上装了半车食盒，福顺酒楼的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红榜前我大伯穿的人模狗样，看见我爹中暗手，气得牙痒，还跟孙瑾他爹勾结，想污蔑我爹。这一切都被赵大成偷听全程，屁颠跑来报信，还说要保护纨绔界第一个暗手，笑不活了。不过赵大成这护短的样子竟然有点儿可爱。徐掌柜思索片刻，总归是他做的担保推荐，被污蔑成真的话自己也担责，于是决定去县衙找救兵。赵大成一脸坚定地跟纨绔头子统一战线，表示要守护我方战斗成果。县令大人看到我爹的字，感叹田埂上出了个书法家，毕竟是侯爷的功力嘛，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。县令听徐掌柜说完前因后果，脸就沉了。他也是寒门出身，这种兄弟反目的事见得太多了。想当年他就是，县令十分为难。这周怀海倒没什么本事，可他儿子周远攀上了京都贵人，端康伯府的3小姐想要他入赘，即便拿住把柄也不便处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周怀山若是中得府试，便是整个清河县的荣耀啊！看到我借来的著名诗句，县令大人直夸周怀山胸中有丘壑呀，这反应看来我爹稳了，这就对了嘛。虽然大房有京都贵人当靠山，但咱们县令大人可是爱官生如命的。有了这句踏实考试，我爹这按手的位置算是稳如老狗了。隔天我们拉着沈丽新打的鱼给徐掌柜送去，想要感谢推荐之恩，顺路在笔墨斋隔壁的茶水铺吃了早点。沈丽吃饭跟打仗似的，吃完说要去找钟书问生意，我便在这里慢慢吃等他。原来是陛下命沈丽年后回京，京都那边情况不太好，上次沈丽意外抓了郑国公府的周望，逼问出不少有用的消息。郑国公在西南边境不断的扩充兵力，而在京都以皇后、太后为首的太子党玩命的打压其他几位皇子，几次惹得皇上盛怒，可碍着手中兵权不及郑国公，皇上只能忍着，能忍到明年也算是皇上度量大了。我无所谓，可周青……钟书觑着沈丽的神色，抽了下嘴角，这担心的未免有点太多余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。正说话呢，我大伯走过来了，托周远的福，穿得跟个暴发户似的。我背对着他们，沈丽的眼神冷得能冻死人，幸好他们看不到，不然哪敢往这早点铺坐。然后我大伯开始放屁了，说这早点摊挨着笔墨斋，位置太脏。两人好奇追问，大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竟说沈丽给县令送礼买来的暗手。县市暗手本该是孙瑾的，孙瑾就是那个装叉狂。然后他开始造我谣了，说我保不定用了什么法子攀上沈丽。行，我这大伯是 ATM 成精啊，赶着要给我送钱花，我一巴掌把造谣赔款的文书拍在桌子上。大伯看见我，吓得差点被噎死。我把造谣赔款的文书一把拍桌上，白纸黑字红手印，清清楚楚。我大伯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脸紫得跟茄子似的。
那两个同伙伸头就要去瞧纸上的内容，大伯可急了，这么丢人的事情怎么能人尽皆知啊？大伯伸手想抢走，被沈丽一把按下。榜一大哥真有劲啊，这好东西怎么能让他抢走？我伸手要钱，200两，污蔑我爹100两，污蔑我100两。大伯吹胡子瞪眼问我干嘛带这个出门？废话，防的就是你。大伯急得跳脚，斥责我爹连敬重长辈都不教我，这德行根本不配做暗手。好家伙，这一下给我俩都捎带上了，我真笑了。敬重长辈？你算哪门子的长辈？断绝关系说得一清二楚。别废话了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见官。大伯还狡辩说身上没钱，小样，这样的刁蛮客户我上一世可见多了。我威胁大伯，需要我逐字逐句的读给大家听听吗？大伯气得直哆嗦，不甘心的从怀里摸出银票，我一把夺过来。大伯急说多了，那可是300两。哼，余下100两让你买个教训，少做长舌汉。我说完直接走向吃瓜群众，抖开那张纸，大家看清楚啊，白纸黑字写着诬陷一次赔100两。我可没讹他。大伯差点气吐血，一双眼像含了毒似的刺向我，我才懒得理他。别生气嘛，大伯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面子没了，反正你也没多少。说了不逐字逐句读，那大家非要看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对付无赖最好的方法就是无赖，一下得了300两，看这样发家致富靠大伯，谁跟钱过不去啊？话说回来，我和纨绔爹来钱的路子有点野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路子无所谓，重点是来钱。完了，反派果然都是不讲武德的，刚拿了钱就来抢劫，手无寸铁的我加一个文具店的小老板，这不完犊子了。大伯竟然摇人来以多欺少。昨天沈丽说练过武，是只能抓鱼还是也能打架？沈丽笑了笑没说话。不能打架，能杀人。大伯嚣张地说，银子留下，文书留下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笑话，我用得着他饶？然后我闭着眼就冲上去了，冲出去我还能去报官。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，完了，不会真要死这儿吧？刚穿过来就要嘎了吗？我爹还没考上科举。想不到惨叫声从我耳边响起，睁眼一看，沈丽脚尖点地，身影穿梭，身手竟如此矫健，绝非是个普通小老板。顾不得惊讶，我赶忙在底下配合砸地鼠，噼里啪啦，不一会儿8、9个人全躺了。大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笔墨斋的小老板居然功夫如此了得。他原想着抢了那张纸，把我们俩了结在此处的，哪成想，这时候大伯的嚣张劲儿可不见分毫了，吓得腿抖如麻，还敢吓唬我，说他儿子在精卫营当差吃皇粮的，威胁我。吃皇粮了不起啊？打的就是吃皇粮的。大伯，别怂啊，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？怎么这会儿腿软了？来，让我看看你身上还有多少银子。抢劫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嘛。我把钱全收了，毕竟我被这么多彪形大汉吓到了，要收点精神损失费的。又问沈丽能不能打出那种躺2个月的伤，这对沈丽来说是小菜一碟。沈丽2下子就处理完了。临走前我警告她别惹我，不然见一次揍一次，仗势欺人的感觉真爽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竟然有1000两。看来周远在精卫营游水也没少捞啊，这么多钱，我还怕周远将来会找我麻烦。沈丽却说不用担心，他也有亲戚在京都当官，比周远还大。我转头看他，家里有矿，还有当大官的亲戚，凭啥拜我爹为师？想不通啊。刚到书局门口，赵大成嘴里喊着大侄女冲了出来。喊我什么？大侄女？我刚到云海书局门口，脚还没落地呢，赵大成嘴里喊着大侄女冲了出来，表情激动的像是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。沈丽脸都冷了，以为要打架，但徐峰掌柜也说有要紧事。行吧，进去看看。赵大成半个身子趴在桌上，凑近我，迫不及待地说，你这大伯忒不是个东西了。赵大成把那天在红榜前听到的事全说了，气得跟自个儿家出事似的。我倒是很淡定，因为刚有人已经被揍得下不了床了。赵大成说敬佩我爹的才学和人品，清河县最大的纨绔对我爹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果然是鱼找鱼，虾找虾，青蛙专找什么蛤蟆。赵大成急了，说我抓错重点了，他不知道重点已经被我打趴下了。徐掌柜和赵大成好心提点，还需小心提防周淮海和孙泽年谋害。我点头答应，心想我大伯现在应该没空找麻烦了，因为老周家炸锅了。我爷爷在护院口里得知是我干的，气得吐血，可这就是贪婪的代价呀！想害我，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仅钱没了，人还废了。爷爷这是要干嘛？去县衙表演大义灭亲？我赌5毛钱，他绝对是为了他的宝贝孙子，想借官威压死我们，把那张该死的承诺书拿回去。听说周淮海被山匪劫了，本官一定严查，
神他妈山匪！县令大人，您这睁眼说瞎，明辨是非的本事实在是青天大老爷啊！爷爷慌忙摆手，不是山匪，是我那孙女周青干的。县令一脸我不信，除非你有证据。县令掰着手指头算账，没目击证人，没作案动机，护院是自家请的，不能作证。周老爷子越听脸越绿，幸亏县令大人早有准备，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直接把爷爷的逻辑闭环给打碎了。想抓我，再想想吧。县令最后祭出大招，早餐铺的事他也有所耳闻，这事儿要是再闹大了，传到京都，对周远可不是太好。为了不影响周远，爷爷瞬间就怂成鹌鹑。县令大人，受我一拜。我刚从布庄出来，买了好大一匹纱绢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此时我爷从县衙出来，满大街的热闹他一点也看不进去，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拿回那张文书。他一抬头看见我，直冲过来，嘴里一口一个孽障，那个眼神跟要吃人似的。沈丽要挡，我拦住了，这是我家的破事，我自己来。爷爷抬手要打我，我一把抓住了，他愣了，没想到我会还手，我当众把纸举起来了，让大家看清楚，我们早已断绝关系，毫无往来。我爷站在那儿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没说出来。围观的人都在议论，原来是断绝关系了，那怎么还去找人家麻烦？我最后警告，叫您一声爷是念在血缘的份上，但您要是再这样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回去告诉大伯，别再来惹我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走。他站在那儿，像被抽空了一样，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那个背影看着挺可怜的，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们前脚走，赵大成后脚就从人群里冒出来了，手里拿着小本本和笔，刷刷狂写。清河县纨绔天团在线执法，专业蹲守，绝不摸鱼。赵大成竟然在记账。某年某月，周老爷子违背承诺，应赔100两，实赔0两，还说从今天起，他要开始蹲守，谁都不能欺负山哥的家人。这怎么改行当迷弟了？赵大成自述觉得自己不能再堕落下去了。作为清河县前第一纨绔，保护我方纨绔暗守，绝不能给纨绔界丢脸。这个理由我服。爷爷的愤怒其实并没有让我困扰。刚穿过来的时候，连个鸡蛋都吃不起。现在小金库实打实的揣着2000多银票，谁还有空生气？说起来还要谢谢大伯呢。我可不介意多来几次，毕竟发家致富路子野嘛。日盼夜盼，我爹头悬梁锥刺股，终于到府试前一天了。天没亮就出发，我爹顶着2个黑眼圈跟熊猫似的，到了府城正热闹呢，疯狗就来了。孙景站在酒店大堂讥讽，村里来的穷酸货，没钱就不要来这酒楼丢人。我看向我爹，跟你有过节？人家满满的都是怨念，天天在家读书，哪有时间出去鬼混，过的什么鸡狗不如的日子，你不知道吗？酒楼老板出来打圆场，对我们说道，您订的天字号3间房已经备好了。天字号，围观的人眼睛都直了。孙景那帮人的表情跟吃了苍蝇似的。第二天，我爹进考场走得跟逛街似的，我在外面紧张的总想上厕所，这到底是谁考试？我的左眼皮还老跳，紧张的不得了。沈丽在一边安慰我说，有他在，不会有灾。我说，我好像看到周淮海了。他说没事，就算周远来了也没事。开考没多久，府衙大门打开，被扔出来一个人，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，该不会是我爹吧？然后孙景被推出来了，我愣了，然后我笑了，不是，这也太快了吧？孙景他爹在对面喝茶，看到自己儿子被赶出来，茶都打翻了，跌跌撞撞跑过来，手都在抖。衙役扯着嗓子高喊，此人在考场当众喧闹不服管教，取消考试资格。那孙景被推出来后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我翻了个白眼，看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让你取消的。孙泽年站在那儿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他花了那么多钱，应该是周淮山被污蔑赶出来啊，为啥是自己儿子被赶出来了？这他妈咋回事啊？还没等回过神来，府衙大门又开了。这回出来的是谁？知府大人，被衙役押出来的知府大人，这是啥情况？没开3度，紧接着怎么我大伯也被押出来了？这老邓太好事了吧，进大狱也要掺和。这时候衙役敲锣宣布，前知府收受贿赂、泄露考题、罢官收监，一起被抓的还有送出巨额贿赂的周淮海、孙泽年、孙景。得，全了，一家整整齐齐。闺女，太难了啊！我爹一出来就哭了，旁边一个学子也叹气说题目很难，没答完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赶紧安慰他，要难都难，你不会，大家也不会。
结果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傻子似的。他说我周怀山是因为试卷太难而哭泣的人吗？试卷难不难，那是我能判断出来的。我嘴角抽搐，那是说什么太难了？他竟然说是因为饿，油条鸡蛋还没开烤就吃完了，烤到一半饿得全身发抖。所以你哭是因为饿，不是因为题难？那赶紧回酒楼补给。我爹旁敲侧击地问考完能休息几天，那个表情跟小学生盼寒假似的。正说话，钟叔突然从外面进来，裹着一身寒气直奔沈丽这边，看似出了很要紧的着急事。钟叔朝我们客气点头，然后对沈丽说：“出事了。”沈丽满眼不舍朝我笑笑，柔声说道：“她得提前进京了，说是她家在京都遇上些事，家人让她现在就赶回去，不过让我们放心，过年之后争取在下一场考试前1个月赶回来。”我爹愣了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你快去忙，踏踏实实的忙，不要记挂师傅，不要回来那么早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恶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快走吧。那个表情跟送瘟神似的。我转头看向沈丽，想说什么又没说。沈丽看我，眼神复杂，但又没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谁知沈丽又回来，只跟我说了一句：“我会早些回来。”我看着她的身影，感觉空落落的。府试最后一天，府衙门口人山人海，人群里忽然有人大喊：“出来了！”所有人齐刷刷朝大门看去。大门一左一右被拉开，里面的学子像出笼的野兽，呜哇叫着奔出来。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哥们儿，几步跑下台阶，身子一跃，凌空来了个1字马，这牌面绝了！我苏恒考完了。跟着后面窜出3、5个小伙子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直奔红榜，纵身而起，啪的在红榜上亲了一口。我眼角一抽，这不是清河县那几个吻过的吗？都被我爹带歪了。我爹眼看着跑不过年轻小伙们，不慌不忙地从袋子里掏出一件衣服，其实就2片布，左边黄色，右边灰色，中间贴着一张大纸，纵向写着“走向辉煌”。这谐音梗我服。我爹大摇大摆，一脸得意跟我说：“这叫走向辉煌。”我准能中。我爹这脑回路跟正常人也不在一个频道上。童生考核一般都是当天放榜的。正闹哄哄等待时，衙役冲出来喊：“苏恒，苏恒，谁是苏恒？”1字马小伙纵身一跳，衙役乐呵呵的上前：“恭喜苏公子夺得本次府试按手。”这话一落，四下里掌声雷动。嚯，1字马不白跳啊，真跳了个第1呢！宣布完按手，其他童生的名字会用红榜张贴。衙役按照成绩往下写名字，我终于挤到前面，眼睛死死盯着衙役的笔尖，心跳的跟打鼓似的，但呼吸却停了。那感觉跟我当年高考查分一模一样，都快窒息了。衙役写完第20个名字，顿了顿，我手心全是汗，只看笔尖一笔一画写下。看着衙役一笔一画写下我爹的名字，我浑身一松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竟然有点呼吸不过来，为什么有种想哭的感觉？我爹中了！几个没考中的学子蹲在墙角，掰着手指头数着这些中榜的人，又是1字马，又是走向辉煌，又是稳过的。一个落榜学子抬起头望向红榜方向。所以说，考试除了努力，是不是还得注意一下仪式感？这个问题在府城被议论了好几天。这时候，我爹盯着按手，那个叫苏恒的小伙子变了脸色。惯来纨绔的他，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尾巴快要翘到天上去了呀，不正常，十分不正常。为什么我看到那个苏恒，感觉很熟悉，但心里好痛啊？回到家中，为了庆祝过府试，我爹非要和我微醺下。托我爹的福，加官进爵的美好生活好像在冲我招手。我周青穿越过来，终于也要过上大小姐的日子了。爹！我进屋的时候，我爹四仰八叉瘫在炕上，
两眼盯着房顶，一脸要死不活的表情。闺女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想去京都。我爹决定去京都，去读书，去科举，去找一个答案。